嗨，大家好，今天是2025年3月2日，美国和乌克兰的谈判呢，算是特朗普撕开了政治谈判中的那一块遮羞布吧。世界的格局呢，仿佛也在发生一个巨大的变化。许多朋友呢，可能和我一样，这几天打开手机呢，全是美国和乌克兰谈判破裂的这个现场画面。这可能是有史以来外交场面中最激烈、最公开的一次争吵了吧。当然，如果你想要知道里面的一些核心细节的话，那么我希望你今天能认真的看完今天的视频。美国和乌克兰关系为何会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？美国当年那么坚定支持乌克兰，为什么如今立场会发生那么大的转变？要讨论这个问题呢，我们必须从俄乌冲突说起。3年的战争呢，让局面发生了一些细微的关键变化。对于这个俄罗斯而言呢，尽管掌握了这个乌克兰4个州的领土，并成功的驱逐了乌克兰进攻库尔斯克的这个士兵，但其战场表现呢，已经显露出了一个疲态。除非呢现在使用非常规武器，否则呢就现在的这个状态而言呢，很难再做出大规模的一个推进了。自从去年下半年起呢，俄罗斯其实已经开始不断的释放出想要结束战争的这个信号，希望通过谈判来解决这些问题。与此相对的这个乌克兰呢，处境也发生了一些变化。最初呢，它确实被打得这个很惨吧。但到了2024年，乌克兰逐渐展现出了强韧的一个抵抗能力。当然啊，这个乌克兰能把战争坚持到现在，靠的就是各国的援助的先进武器。看到这一趋势呢，似乎呢乌克兰在谈判的这个态度上面变得更加强硬，坚决要求这个俄罗斯撤出其领土，不愿意妥协。因此呢，在特朗普上台前呢，局势对俄罗斯不利，对乌克兰呢相对有利。然而，特朗普这个进入白宫以后呢，情况发生了一些戏剧性的这个逆转吧。俄罗斯的处境呢大幅度的改善了，而乌克兰陷入了极为尴尬的一个境地吧。乌克兰呢不仅面临失去领土和资源的这个风险，还有可能失去国际援助和安全保障。甚至这个泽连斯基的这个总统宝座都难以稳固。在这里呢，我顺便要提一嘴丘吉尔的这个名言：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朋友，也没有永恒的敌人，只有永远不变的利益。这句话呢，我觉得全球每一个领导人都要好好的悟一下。只有在互惠互利的这个情况下，盟友才坚不可摧。只要有一方的利益受损，或者出现更大的利益情况下，对自己的盟友做出一些背信弃义的事情，历史上比比皆是。你们看这次会晤，特朗普在视频中提到，我们不与任何人结盟，我只支持美利坚合众国的利益与全世界的利益。所以这就是我所说的，什么事情绝对不要只指望盟友或者朋友，除非你们的利益是捆绑，否则呢，鸡蛋不要放在一个篮子里。甚至有更大利益的时候，你可能会变成一颗棋子。那么话继续说回来，特朗普政府为什么政策会有180度的转变？很多人呢对此感到困惑。这个美国呢此前坚定的支持乌克兰去打压俄罗斯，目的是削弱后者的这个实力。为什么特朗普政府呢会突然间改变这个策略？毕竟呢，从军事角度来看呢，俄罗斯一直是美国最大的对手。美国呢，本来应该非常乐意的看到俄罗斯被拖垮。然而，特朗普政府的行为表明呢，似乎呢有一件事情比削弱俄罗斯更为重要，促使其政策发生一些彻底的转变。如果仅从俄乌冲突的角度去思考，答案其实并不明显。但若回到这个特朗普上任前后的政策选择，我们或许能找到关键的线索。首先，特朗普提出的一系列极端主张，例如占领格陵兰岛，让加拿大并入美国的版图，将墨西哥湾呢改名为美国湾，
这些提议呢，不仅突破了二战后的国际秩序的这个底线，也令人费解。其次呢，特朗普政府大规模的增加关税，对中国增加关税呢，其实还可以理解，但他同时对自己的盟友也实施了贸易壁垒。这一政策表面上看是为了美国的经济利益，实际上反而破坏了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秩序。美元的全球统治力依赖于贸易的逆差存在。美国通过购买全球商品输出美元，使美元成为国际结算货币。然而，这个增加关税后，导致美国的贸易逆差缩小了，美元的全球流通呢就会减少，从而呢削弱其影响力。这无疑是违背这个美国的长远利益的，因此令人费解。接着呢，特朗普还推动了政府机构这个效率化，大白话讲呢就是缩编部门，缩减财政支出。这一做法呢，直接影响了美国在全球的影响力，因为维持国际霸权本身就需要庞大的资金支持。第四个呢，令人匪夷所思的政策呢是，美国呢开始这个大规模的驱逐非法移民，同时呢推出了高价的绿卡，每张500万美元，预计呢能筹集 1.2 万亿美元。而且一下子能拿出500万美元去购买绿卡的这些人，都是人精中的人精。再者呢，他们的个人财富也远远不止这500万，对吧？并且驱逐这个非法移民还释放出了一个信号，就是底层劳动力市场处于一个饱和的状态。这一系列的政策也表明了美国政府目前十分的缺钱。特朗普政策背后真正的逻辑是什么？总结的来看，特朗普的政策核心目标只有一个字：钱。有人认为美国可以无限的印钱，因此不缺钱。但实际上呢，美元呢并非可以随意的增发，否则全球市场对美元的信任度将彻底崩溃，美国的金融霸权呢也会受到致命的打击。美元的循环机制呢依赖于政府的债务，美国呢需要持续的发债以维持全球的这个资金流动。然而呢，截止去年的年底呢，美国国债已突破了36万亿美元，短期内呢几乎无解。因此呢，特朗普政府的核心任务之一呢，就是筹集资金，以确保美国信用体系的正常运转。在这样的背景下呢，我们再来看特朗普为何放弃乌克兰。因为耗死俄罗斯并不能解决美国的债务问题，但如果将乌克兰出售，则情况完全不同了。目前呢，美乌呢正在谈判所谓的经济合作框架呢，实际上是美国希望掌控乌克兰 50% 的国家财产，同时呢不承担任何安全义务。乌克兰呢对此当然肯定是不满的，要求呢美国提供安全保障。然而呢，美国的核心目标呢就是获取利益，而非付出成本。因此呢，美乌谈判最终呢破裂了。尽管呢谈判目前是破裂的，但未来呢仍可能是有新的博弈。从这场博弈中可以看出，美国在重大利益冲突中呢，始终是优先考虑自己自身的利益的。这也解释了为何美国从全力支持乌克兰，到如今呢将其推向这个谈判桌，甚至可能以后会出售乌克兰国家的资产。背后的核心逻辑呢，不是地缘政治的变动，而是特朗普政府呢想试图解决美国深层次的财政危机。未来呢，乌克兰的命运仍充满变数，而俄罗斯的和平信号呢是否能被接纳，也取决于这场谈判的最终走向。好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本频道的话，麻烦点个关注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